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工作重要，可是健康更重要。你干嘛大惊小怪？我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说没事，要不是你的助理及时发现你晕倒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妈咪，爸只是血压高一点而已。不要帮你爸爸说话，我可是个中医师，你爸爸的情况我最了解，他会晕倒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大。我有什么压力啊？你问浩然，这几个月你有几次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呢？10根手指都数不到。这几个月的研讨会比较多。你这个理由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是心脏科的主任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孩子大了，也很懂事了，你不觉得是时候为你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吗？你想说什么了？你都辛苦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放下这份重担了。我知道你把这份工作当成是你的生命，可是我们2个加起来都过100岁了，你还想拼命工作到什么时候？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、和和气气的在一起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而我们呢，也应该好好享受人生了。我可不想等到我头发都白了，2只脚都不能动了，需要女佣来推着轮椅才能够环游世界，那就不哭了。喂，我可是说正经的，你们笑什么？妈咪，没想到你会用“酷”这个字。我虽然年纪是大了一点，不过我跟得上潮流的哦。哦，别笑，不笑了，不笑了，我去上班了。爸，好好休息，我待会儿再来看你。拜。哎，哥，怎么不进去啊？爸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医生要他多休息。都是我不好。怎么了？爸要我去美国医院实习，还说一切都帮我安排好了。我当面拒绝了他，他一定是气到昏倒了。哎呀，你也只是跟他坦白而已，他不会怪你的。不过，如果你只是坐在这里而不进去看他，我很肯定他一定会生你的气的。进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浩然的确比哲明优秀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这是事实啊。这些话你有没有跟泽明说过？千万别让他知道，要是他知道的话，自尊心肯定受到伤害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可惜，浩然没有成为一名医生。你记得10几年前我从楼梯跌下来的那件事吗？记得啊，当时你的手流血，脚还扭伤了。那时候哲明10岁，浩然只有7岁。哲明一看到我流血就不知所措，可是浩然却很镇定的用棉花帮我止血，还帮我包扎。我还记得当时你问浩然怎么懂得包扎，他说是因为看到你帮隔壁的小狗包扎伤口，就这样学会的。所以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出，他们2个人面对危机的时候截然不同的反应。可是你不能就此断定浩然就比较优秀，当时泽明还小嘛。
可是浩然更小啊。不过他看到我发生了这件事，他却很冷静地帮我处理伤口。我想可能是哲明看到最亲的人受伤了，感到害怕，这可是人之常情啊。或许是吧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浩然比较出色。就拿他们的学业来说，哲明的成绩要等到高中的时候才比较突出，可是浩然就不一样，他从小学开始年年考第，中学的时候还荣获了很多科学奖。就拿他们2个人跟你学中医嘛，还不是浩然比较快学上手？可是哲明肯努力、肯用功，后来居上也不差啊。可是还是比不上浩然。浩然所具备的行医天分是远远超过哲明。可惜他不愿意当医生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好把我全副精神跟希望放在哲明的身上。想不到哲明也跟浩然一样。我去拿点水。哲明，哲明，哲明来了。是啊，我叫他不应。我想刚才我们说的话，他都听到了。你怎么乱吃东西？哎，吃了吃什么？阿嬷呢？你阿嬷去庙里拜拜，求神给我补水喝。你个屁！你要动手术切除肿瘤了，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我不想动手术。为什么？都几10岁了，要让医生拿刀在我身上切开。我不要，我要全尸。爸，大爱呢？怎么现在反悔呢？这个医生经验很丰富，技术也很高明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文倩，你想做一个孝顺还是不孝顺的女儿？如果不孝顺的话，你就把这个钱给那医生，让他在我身上划一刀；如果孝顺的话，你就把钱给我花。我想在你死之前避下。给我，给我！我想吃到舌头死，我不想做饿死鬼啊！我想做饿死鬼。爸，你看着我，你不会死的哈！你不要骗我了。我想趁着我能吃的时候就吃，能喝的时候就喝。我死了之后，你们烧东西给我，我在下面还要跟那些人、那些鬼争呢。我这个要求，我能成全你啊，女儿。我不想死啊！我放不下阿妈，她想我，还有你跟你弟弟。你好像有心事，没事吧？我爸，他昏倒了。你爸怎么会突然昏倒啊？他一直以来都有高血压问题，幸好现在没事，在医院休养。你爸年纪大了，是该多注意健康。既然他没事，
你也不用担心太多。至少你爸是医生，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。不像我爸。对啊，那天你爸喝了那么醉，他没事吧？我爸，他得了癌症。怎么会这样？医生证实了吗？医生说是第3期乳癌，必须马上切除肿瘤。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癌症不一定是绝症，只要切除肿瘤，尽快进行化疗，是可以有效控制癌症再次并发的。我也这样劝过他了，我连手术日期都帮他安排好了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去。恶性肿瘤如果不切除，癌细胞会扩散到其他部位，那时就更难治疗了。他就是怕动手术，还说化疗会很辛苦，宁愿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，他根本就是在自暴自弃啊！不如我去劝他吧。没用的，他现在是什么都不管了。我怎么劝他，他还是乱吃乱喝，一点都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我真的很担心啊！如果再拖下去，等到他愿意动手术的时候，恐怕就太迟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啊！哥，你干嘛喝酒啊？我刚才去看爸，他好多了。怎么啦？因为爸，你刚才没有跟他解释清楚吗？还是他坚持要你接受他的安排？爸也是重视你，对你有所期待才会这样的。才不是呢。我听到爸跟妈说，你比我优秀。他还说，你行医的天分远远都超过我，是因为你不愿意当医生，他才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从小，你不读书也能得到好成绩，我跟你不同，就算我付出双倍的努力，也未必比得上你。哥。我努力读书，考上医学院，再辛苦我都咬紧牙关熬下去。这一切，都是希望能当一个好医生，让爸骄傲，让他高兴有我这个儿子。可是没想到，原来我只是你的代替品。爸不会这么想的。我现在才明白。原来在爸心目中，我再怎么做，也比不上你。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到底算什么？哥，我没事。护士小姐 ，Chris 没了。没事，他在那里。谢谢。Chris， 帅哥你来啦！你不是打电话告诉我你很辛苦的吗？是啊，我没骗你啊。你怎么看一点都不辛苦？哎呀，我是说我等妈咪来等得很辛苦。原来你这么担心我啊？你妈咪呢？她在工作，说没时间接我，叫我在这里等她。我才不要呢！整天闻药水的味道，闻得我都快吐了。那请问你现在想怎么样？送我回家。告诉你，本小姐不随便让男人送的，我是看在你是帅哥的份上。走吧。等一等。我打电话通知你妈咪。不用通知她了，直接去找她。喂。先生，新口味 cheesecake 请试一试。小姐，新口味 cheesecake 请试一试。
好吃，给我一盒。好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总算抓到你了，经理，交出来，交出来！果然是你偷的，给顾客试吃的蛋糕，这么快就完了。说，你偷多久了？这是我第一次。这是偷窃，我可以报警抓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经理，我求求你不要报警。不要报警也可以，不过你要怎么报答我呢？你干嘛乱摸我妈咪啊？小妹妹，你妈妈偷了我们公司的蛋糕，你说警察会不会抓她呢？嗯？这些蛋糕多少钱？我买了它。偷了蛋糕才说付钱，那我摸了它才说 sorry， 行不行？这些蛋糕本来就是要免费让顾客品尝的，不是吗？他偷偷摸摸的把蛋糕放进盒子里，你说这不是偷是什么？他是把这些蛋糕带回家，让他的亲戚朋友品尝。如果他们喜欢的话，就托他回来买。他说到底还是帮你推销蛋糕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刚刚还承认这是他第一次。是第一次拿出去给人家试吃。是啊，我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想要买，所以我才叫妈咪带回去给他们吃啊。所以你不止诬赖他，我刚才还看到你好像要非礼他。如果闹上法庭的话，他最多是罚款坐牢。你呢？不只是罚款坐牢，可能还要打鞭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说要报警是吗？我帮你报。哎呀，别那么认真啊！刚才是跟他开玩笑的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好了好了，今天事就这么算了 ，OK？ 谢谢你啊，因为我的宝贝女儿喜欢吃 cheesecake， 所以我才会。如果以后他想吃什么，你告诉我，我买给他。黄先生，刚才真的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对了，我刚才撒谎是因为经理不是好人，撒谎是不对的哦。我知道这个男人很坏，欺负我妈咪。谢谢你帮妈咪把坏人赶走。怎么了？坐吧。这里一带晚上好像很安静，你最好不要让 Chris 一个人单独下楼，我担心可能会有色情狂借酒行凶。是啊，上次他说遇到鬼啊，把他吓死了。我也怀疑啊，他说的鬼啊是酒鬼。妈咪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是真的鬼，不是酒鬼。啊，对了，你常常打包炒粿条给他吃啊？是啊，他最爱吃炒粿条了，每次啊都要我买一大包给他。癫痫病人吃东西最好清淡一点，不可以太油腻。吃东西要有规律，不能暴饮暴食的。你懂得还可真多啊。不是我，是那天跟我一起送 Chris 进医院的那个同事说的。他有一些中医的常识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可以叫他帮 Chris 设计一个合适的食疗。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他。其实那天的事，真的是一场误会。事情都已经过了，还提来干什么？黄先生，我是真的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。妈咪，不要叫他黄先生，要叫他帅哥。你叫我一迅好了。那你也可以叫他 Wendy 咯。我去厨房吃，你们慢慢聊吧。对了，怎么没看到你现场？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Chris 出事后不久，他就因为烂赌欠下了大笔债，最后干脆抛下我们母女俩跑路了。其实他并不是个坏人，我们刚结婚时，他有份不错的工作，只是后来经济不好，他因为学历不高，就被裁退了。当时我又怀了 Chris，
他为了赚钱养家，才去搏一搏，结果就越赌越大，脾气也越来越坏，最后输到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我必须打2份工作养这个家，所以才没有办法好好照顾 Crystal。我听泽明说了，你爸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。那你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啊？我一直在想，我爸的事我得负一半的责任。我不愿意当医生，爸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哥身上，害到他要承担这一切。我觉得你们都没有错。你别再自责了，多花点时间好好跟你爸沟通，让他明白你们的想法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爸真的很固执，现在连我哥他……怎么了？我哥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帮我多关心他。最近我一直在担心我爸的事，忽略了他。你知道怎么做了？你爸怎么样了？还是不肯动手术？怎么劝都没有用。你这样想，只会让自己心情更糟。也许你爸现在只是暂时接受不了，过一阵子一定会想通的。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志，只要还有一线的希望，他们一定会紧紧抓住。所以我相信你爸是不会放弃的，不要担心啊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啊？哇，大英雄！哎，你们也有机会的啦。你们在看什么啊？有人寄给尼莫道谢卡。道谢卡？谢什么？他在救护车上。stop！ 让我自己说。Uncle Jack， 我已经不怕。不怕血了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是谁说的？是你，还是你？是我。三哥。哎呀，我本来还想要给 Uncle Jack 一个惊喜的。对不起，太迟了。大山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，他说你很勇敢，在救护车上帮孕妇接生。三哥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对我这么好的，来抱一个。哎，年轻人啊，别以为我说了你几句好听的话，你就觉得了不起。你要走的路还很长啊，好好的努力吧啊 ！Yes sir。Uncle Jack， 等一下，请你答应我，让我和娜娜在一起。你们不是在一起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一生一世在一起。我答应你没有用，娜娜同意才最重要。就是说你答应咯，只要你答应，一切就好办了。娜娜曾经说过，只要我可以克服怕血的障碍，她就会答应嫁给我。Station 44 to now Alpha 441 to location Bukit Batok Loop 7, case of medical. 两位美女，收工了，要不要去喝一杯啊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有事，我也不去了。你明明有空，为什么要撒谎？没什么，就是不想去。你真的不给医生一个机会吗？全世界都看得出他喜欢你。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一段感情。就因为那个和你一起在国外当义工的男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医生以为我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告诉了我。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也希望能够忘记，不容易。我明白，感情的事不是说忘就忘得掉。每当我想起他，我都会问自己：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一起，哪怕只是短暂的几个月、几个星期或是几天，现在的我会不会少些遗憾？可是我始终找不到答案，而且这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再来。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还没开始的感情陷得那么深。也许就是因为还没开始，所以一切都是最美的。
所以才更加的刻骨铭心。很少看你这么烦的、谁说我烦了？你应该是不会有金钱上的烦恼，不要说你是为情所困了。别说那么多了。谁啊？杰怡，绘画班临时改时间，他说会去带家健，叫我不用去了。你就好啦，有个这么好的红颜知己，愿意陪在你身边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对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我只知道你是喝醉了酒，胡言乱语。那我是男的，你这么说无所谓。杰怡是女的，你这么说对她不好。他对你这么好，你真的看不出啊？那18弟才告诉你，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女人，放工之后放弃自己私人时间，不回家休息，不去 shopping， 去帮你接孩子，回家煮饭，细心照顾你们两个。会这么做的就有2种女人，一就是你老妈，2就是你老婆。杰伊2种都不是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真的认为她是为了美英吗？如果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她的心意，你不是瞎子就是大傻瓜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杰伊？美英刚走，我没心情想这些。我知道，不过杰伊对你真的很好啊。如果一个女孩子对我这么好，我早就以身相许了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无论你心里怎么想，你还是必须清楚地让她知道，好好处理，千万不要让她受到伤害。美术班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来，书包给我吧。走，我们回家去。Daddy， 不是说我来接就可以了吗？我刚好路过。走吧。依依，今天老师称赞我说我画的图画很好看。真的吗？那待会等我们吃饱了，你一定要记得拿给姨姨看哦。好，今天吃什么？都是家健喜欢吃的。家健，记得先洗手才能玩啊。哦。你先陪家健玩吧，我炒几样菜就可以吃了。杰伊，我想取消家健的绘画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没办法配合他的时间。再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想干脆停掉。可是家健已经去那里上过几堂课了，他又很喜欢那里的老师和同学。你现在叫他不去，他会很伤心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带他了。还有我啊，你没有时间，我可以帮你的。这样不好吧？整天都麻烦你。我们认识多久了？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其实我已经打算请女佣了。女佣？嗯，这个家也需要人来打理、煮饭，这些我都可以帮你的。可是，而且家健年纪还小，你请个女佣进来，你又整天不在家，难道你不会担心吗？我不要女佣。你不要，那谁来照顾你啊？依龙，谁都不要，只要依依。家健很乖，你放开依依，依依还得去做饭呢。啊，来听话啊！我先去做饭了。家健，过来。你只要依依。你是不是忘记妈咪了？你要记住，你只有一个妈咪，没有人能够代替她，知道吗？爹地，你弄痛我了。
真是的，忘了时间也不跟我说一声。约了人？都是我妈咯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帮我安排什么？相亲。你是说你等一下要去相亲？也不算啦，其实我跟他已经见过2次面了。他的人还不错，成熟稳重，虽然话不是很多，可是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很愿意听。不过我们还不是什么男女朋友。怎么你不信啊？我只是觉得你不像是会去相亲的人。人是会变的嘛，我再挑3拣4，就真的要成为老姑婆了。还是你真的以为我会为了你终身不嫁 ？Sorry 啊，我要令你失望了，我才没那么伟大呢。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哦。对了，待会儿我不跟你们一起吃晚餐了。为什么？我家人有约啊。来来来，汤来了。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佳健，姨今天还有事，不能陪你吃晚餐喽，我得先走了。我送你出去吧。不用了，你陪佳健慢慢吃吧。拜拜，乖哦。哎，好吃吗？不是。等一下吃饱饭，爹地说故事给你听，好吗？好。Madam 汤你好，是你啊，有什么事？我熬了汤给 Chris 喝的。谢了，不必了。这是猪蹄猪心汤，有凉血止血、镇静补心的功效，很适合小儿癫痫病人，是易迅叫帮 Chris 准备的。既然是易迅叫你来的，那就好吧。Chris， 我下要买东西，你自己拿给他吧。Hello。这什么汤？这么臭！猪蹄猪心汤。咦，这汤对你很有益的啊，来喝了它。我不要，不难喝的。你看，我还帮你加了火腿啊。我不要，你拿走。这是你帅哥叫我帮你准备的，乖。我说不要就是不要。哦，不关我的事哦，我都说不要了，你活该。我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叫你来我家，更加没有叫你煮东西给我吃。我是为你好，我想帮你啊！你太过分了吧？谁要你帮啊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快给我走！走！好，我走。以后不要再来了，讨厌鬼！ Chris， 没事吧？他的羊癫又发作了。都是你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把我女儿害成这样？我没有。妈咪，他讲骗话，他明明对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他还骂我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到底是谁骂谁？你看，他又骂我了。你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小女孩？我没有，我也是关心她，才会熬汤送去给她喝的。够了。 我们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只是一个救护员，你懂什么？浩然真的是一片好意啊。Chris 的病，我自己会找医生替他检查，不需要你操心。妈咪，他一直都看我不顺眼，当时我很不舒服，他连看都不看我就走了。明明没有这样的事，为什么一直撒谎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他是小孩子，让他休息吧。连你也相信他？我只是 OK。 送我多事。啊，我头很晕，要不要叫护士来？不用了，一下子就好了。
Sir， 你找我？进来。我接到 Madam 维利丹对你的投诉。是。他说你见到他的女儿 Chris 癫痫发作，却见死不救。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当时我送补汤给他喝，他发脾气不喝我就走了。之后发生什么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也相信你不会见死不救。Thank you, sir。只是你太过热心，这是优点，也是一个缺点。像这一次，你炖汤给病人喝，已经超出一个专业救护员应该做的事。但是你没有想过，如果他喝了你的汤之后出现什么状况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以后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 Yes, sir。浩然，克里斯已经没事了。嗯。 还在生我的气啊！我知道你不会丢下 Chris 不管的，你不是这种人。也许是我太天真，以为我想要帮人，他们就会领情。刚才尤文叫你进去，有没有骂你啊？也没有，他只是说我太过热心，才会自找麻烦。Chris 的妈妈去投诉我是对的，我只是救护员，他对我有所怀疑，情有可原。如果我现在是医生就不一样了，我说的话就会有分量。干嘛说这么泄气的话？这都不是你的性格。 换成是你，你不会泄气吗？我所做的一切只要求问心无愧，别人怎么看我，我根本不在意。况且，如果你当了医生，你就不会认识我了。这是缘分。怎么那么多话？不是来运动的吗？哎，你没事吧？谢了。 回来了啊！你爸心情不好，刚才说没胃口，连晚餐都不吃。他已经出院好几天了，我都没见到你跟他说过话。那天在医院里我们说的话，你是不是全听见了？妈知道，你听了这些话，心里一定很难受。可是你爸是无心的。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其实你爸嘴里不说，可是我看得出他很后悔让你这么难过。你上去好好跟他谈谈，好不好？爸，爸，妈叫你下去吃饭。哲明，我知道我那天说的话，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爸现在向你道歉。其实你说的没错，浩然的确是很优秀。 我一直以他为荣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心脏专科吗？是为了你奶奶。奶奶？她是因为心脏病而过世了。她在病发之前曾经告诉我，她颌骨的两侧感到疼痛。那时候我只是一个见习医生。 我根本没察觉到，这就是心脏病的征兆。有一天我下班回家，发现我母亲心脏病发作，昏倒在地上。我赶紧的帮她做心脏复苏术，可惜她在送往医院的路途中去世。从那天开始。 我就下定决心，
一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生。我虽然没有办法救我自己的母亲，我希望我能够救其他人的母亲、妻子、小孩。我希望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。爸，如果奶奶知道的话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们一起吃晚餐吧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要看这个病人的病历，明天要帮他做手术了。你才刚出院，多休息几天吧。不行，这个病人的病情不乐观，不能够再拖延。他的儿子一直请求我一定要帮他父亲做这个手术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而且，明天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帮病人开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高血压，你要是吃药不会有事的。是时候了，是时候我应该退下来了。爸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志明，爸老了，是应该放手了。没有错过什么吧？施教授才刚开始没多久。这个患者的病历我看过，如果再不动第二次绕道手术的话，很可能活不过半年。这个手术非常复杂，幸亏病人请到施教授亲自为他操刀。第二次心脏绕道手术，无论由谁来做，病人都有一定的死亡风险。就算手术成功了，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。施教授的手怎么抖得那么厉害啊？是啊，幸好手术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交给你。是的。